我叫凯文，今年23岁，是个刚从社区大学毕业的普通人。缴不出学费后，我只能离开课堂，想办法还清学贷。家里早已无法支援我，我也不想再当寄人篱下的年轻人。偏僻小镇上的这间麦当劳，是我唯一能找到的工作。夜班薪水比日班高，虽然时段诡异，但我当时只想赚钱，根本没多想。直到我真正上了夜班的第一天，那天晚上，经理玛莎递给我一张纸，纸的质地像是被油浸过，边角皱皱的，上面手写着10条规则。他没有多说，只是看着我，一脸倦怠又盲目地丢下一句：“你照住这些做，就没事。”然后他就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无人光临的店内，和那张令人不安的纸。上面写着麦当劳夜班规则：规则1，晚上11点整，务必关闭招牌灯，只留下柜台灯开着。规则2，晚上11点30分，如果有穿蓝色外套的人敲窗，不要理他，也不要直视他眼前，他不是顾客，你越是注意他，他就越注意你。规则3， 12点01分，你必须关闭炸鸡机，并在1分钟内擦前进整个油炸台，否则他会觉得不够干净，并来帮你清理你自己。规则4， 12点30分，会有一位女士点无番茄酱的双层牛肉堡，一定要照做，并且微笑，不可以问她为什么，她讨厌被怀疑。规则5，如果冰淇淋机在1点自动启动，马上关掉电源并站到收银台下方躲好，直到声音完全停止，不能发出声音，不能看荧幕。规则6， 1点30分会出现第二个你，如果他对你说话，你只能回答我还没轮到你，然后继续工作，假装他是空气，千万别跟他换班。规则7， 2点钟冰箱会传出声音，不可以进去，即使你听见有人在里面哭，也不准开门，他一直都在那里，不是今晚才来的。规则8， 2点30分，会有一位非常愤怒的顾客来退餐，让他退，不要反驳，让他离开。他不是来吃东西的，他只是来找一个发怒的理由。你要是让他没办法退餐，他会让你变成餐点。规则9， 3点整，柜台灯会自动熄灭5分钟，无论你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都不要拿出手机，不要开灯，不要动，只是他在巡视，他闻得到恐惧。规则10，恭喜你撑到最后，天亮前半小时大约4点30分左右，你必须把大门打开，之后确认门口是否有血渍，如果有，必须在4点59分前清理前界，因为总部有安排神秘客整个晚上都在观察你，务必打开大门且清理好血渍，否则你将被留在这里，直到下一位新人来接替你。我一边读着这些规则，一边苦笑，这看起来像是谁恶作剧写的恐怖小说吧。可随着时间推进，我很快发现，这里的每1分钟都是炼狱的延长。晚上11点整，我犹豫了几秒，心想，为什么要关掉招牌灯？这样客人怎么进来？但脑中突然闪现那句，不是为了保护店，而是为了保护你。我颤抖着手指按下开关，店外瞬间陷入黑暗，只剩柜台灯微弱地亮着，像墓地里孤零零的烛光。晚上11点30分，我正在擦桌面，突然咚咚咚，敲窗声响起，我不由自主转头，一个穿蓝外套的男人靠得极近，脸几乎贴着玻璃。我刚要张嘴问他要点什么，脑中猛地想起规则2的警告，不要直视，不要理他，他不是顾客。但我的眼已经与他对上了，他的嘴裂开一个诡异的笑。我猛然蹲下假装整理东西，心跳几乎炸开。他站在那里，像影子一样贴在窗上，没动也没走。我屏住呼吸5分钟，直到他的倒影从窗边淡去。
12:01，榨机机停了。我正要关机时，发现擦布不见了。怎么可能？刚刚还在我手边。我四处找，时间一秒一秒流逝。该死，不能超过1分钟。我冲去拿备用抹布，却发现水槽出水口被卡住了，水流不出来。就在我快要放弃时，脑中像有个声音低语：不够干净，他会来帮你清理你自己。我吓得不行，只能用手把油渍擦掉。接近59秒时，我余光看到有一只被油浸泡过的手伸过来又伸回去，我刚好完成了。转头时，墙角有一团黑色液体缓缓渗入排水孔，那液体像是张开了眼睛，对我眨了一下。12:30，门铃响起，白色套装的女人走进来，无番茄酱的双层牛肉堡。她语气机械又冷淡。我动作卡住，因为番茄酱包全被早班放错了，现在只有调好的标准配方。我打算问她能不能稍等，话才刚到嘴边，就想起她讨厌被怀疑。我只好转身，徒手把每一层汉堡拆开，把番茄酱抹掉，再重组。她接过汉堡，嘴角微微扯动。她走后，我的掌心突然开始刺痛，有微小的咬痕，一圈一圈冒出血柱。1点整，冰淇淋机启动，我吓得一震，但插头被卡在墙缝里，我拔不出来。机器声越来越大，开始发出刺耳笑声。我想冲上去关电箱，但那意味着要经过荧幕，不能看荧幕，不能发出声音。我嘴里念着规则，蜷缩进柜台下，闭眼捂住嘴，直到笑声逐渐消失。当我睁开眼时，机器上出现一张凝结的红冰霜，形状像是一张扭曲的人脸。1:30，我正在清理地板，突然走到尽头，镜子反光中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是我来接班了。他说，笑容比我记忆中还自然。我愣了几秒，心里竟然一阵松口气的冲动。好啊，你来做。但就在我要开口时，脑中炸开一句，规则说千万别跟他换班。我忍住，缓缓说，我还没轮到你。他盯了我几秒，脸色沉了下来，然后转身走进厕所，没再出来。2点整，冰箱内传来小女孩的哭声。我本能的转头，一股父性驱使我走进门口。喂，你还好吗？哭声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声细小的轻笑。我刚要转门把，想起他一直都在那里，不是今晚才来的。我猛地退后5步，死盯冰箱门，门缝底部慢慢渗出一滴滴鲜红的液体。2:30，那个男人暴冲进来，把一袋冷掉的炸鸡摔在桌上。我要退这个垃圾。我回头一看，收银系统宕机了，我无法退款，也无法开机器找钱。我想说明，但对上他那双死鱼般的眼睛时，我喉咙干涩。你要是让他没办法退餐，他会让你变成餐点。规则8像诅咒一样在我耳里回响。我直接从自己钱包掏出20美元递给他，他抓走钞票，笑容诡异。今晚算你聪明。3点整，灯熄了，整间店陷入死寂。我忍不住拿出手机，手指刚碰到荧幕就颤了一下。不要拿出手机，不要动。但我的鼻子痒了，脚麻了，我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。一股冰冷气息靠近我耳边，你再动。我差点叫出声，咬破嘴唇硬是忍下来。5分钟后，灯亮了，我大腿湿了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刚坐在我腿上。4:30，我打开大门，冷风吹入，空气中有一股生锈味，门外有一片血迹，还延伸进停车场。我冲进后台找拖把，却发现清洁剂空了。我只能用水桶反复洗刷，手磨出水泡。时间逼近，我脑中不断重复，务必清理干净，否则你将被留在这里。4:58，我最后一次冲刷地板，血渍终于消失。4:59，我站在店中央，
望着晨曦洒进店内，身体疲惫到不行，但还有活着，我松了口气。隔天中午，我准备辞职，可当我回到店里，却发现柜台上有一张新的规则纸，纸上写着：欢迎回来，凯文经理，今晚换你来观察新人是否守规则了。我转身看见玻璃反射中的自己，笑得陌生。我还没逃出去，我只是变成了规则的一部分。看来漫长的夜晚才刚要开始。至于荧幕前的你们，规则游戏来了。规则1，听完记得要订阅。规则2，听完记得要点赞。如果上述2项都做到，即可逃出规则循环。